但凡这些群演演技差一点点的话，这段批判周星驰的戏就不会成为经典。玉帝，各位仙友，本人觉得降龙罗汉实在太嚣张了，我财神为了顾全大局，请玉帝批准我跟他单挑。笑死人了！你打得过他吗？我要跟他单挑，我要跟他拼了！而财神之所以如此气愤，是因为自从孙悟空大闹天空，以及沉香角的天庭昏天暗地数百年后，天庭又出了一个反骨仔降龙罗汉。这小子可比前2位蔫坏得多。他偷了王母的蟠桃自己不吃，反而明目张胆喂给牛郎的黄牛。接着他又鼓动喜鹊天天搭鹊桥，让牛郎织女夜夜笙歌，导致2人孩子都快组成一个足球队了。自我良好的他又开始抢月老饭碗，让民间那些皇室嫡系子孙一个个全和京城有名的野鸡私奔。这还不算完，二郎神看不惯嘟囔了一句，降龙转头就把哮天犬给炖了吃肉，给他换了一只斑点花狗当替代品。最后更是偷偷摘掉二郎神第3只眼，将其给安在了他手心里面。听着同僚们的悲惨遭遇，没被降龙折腾的财神果断坐不住。这个降龙目无王法，我希望玉帝批准我揍他。玉帝本想安抚一下众仙家情绪，这件事也就大事化小，不了了之了。结果见此一幕的阎王竟威胁玉帝，此事不给个说法，他就要越级上告到9重天。而为了能妥善解决员工内部矛盾，玉帝让天兵将降龙抓上来当场对质，打算将锅重新甩回双方人员身上。可谁知先上来的却是伏虎，他见众仙气势汹汹的样子，知道这是在摆鸿门宴对付好兄弟降龙，于是立即满脸堆笑替降龙道歉。你这么讲义气，难道你也有份儿？不关我的事啊！就在这时，随着一句神仙就能为所欲为的反问，降龙低空着飞行缓缓飘来。而这一句灵魂拷问，像不像现实中的你在面对上司挑刺刁难时最想贴脸怒怼的一句话？再看降龙来到众仙面前，立即开启嘴炮模式，将灶君小肚鸡肠的性格公之于众。王母见状刚想开口，降龙直接以其年老色衰、满脸褶子的犀利言语堵得他不敢搭话。接着就是一旁的斑点哮天犬，降龙吓唬他再叫把他也给炖掉。一时间场上瞬间鸦雀无声，离得最近的月老想偷偷拉开距离，可此时的降龙还没过完嘴瘾，索性对他开始无差别嘴炮输出，说你老了。没事就退休吧，不然将来牵错了红绳，弄到男跟男，女跟女，再弄下去人跟猪，蟑螂配牛了，这才是蚂蚁跟大象啊！别吵了！见此一幕的玉帝不愿降龙胡闹下去，表示凡人的命运早已注定，天道轮回都有他们各自的定数，月老他们只是奉天理法则办事罢了。结果此话一出，降龙却痛斥玉帝制定的这些规矩，很多都不符合常理，根本就是自己的专权独政。要是被9重天的那些大能知晓，绝对会笑话他是白痴一个。这可把忠心耿耿的财神给气坏了，立即蹦出来准备胖揍降龙一顿，给被损了颜面的玉帝出口恶气，以后自己仕途必定会平步青云。但讽刺的是，玉帝压根不看好他，还杀人诛心的嘲笑他不是降龙对手。要不是月老及时将他抱走，为顶头老大肝脑涂地的财神估计会沦为新一届天界笑柄。而随后玉帝搬出天条给降龙伏虎定罪，要将他们强行打入凡间做猪做狗，并且9世都不能轮回。闻听此言的降龙不服，立即上前反驳。就在双方各不相让时，一朵金莲落地后，花苞片片绽放，里面站立着一位神仙，赫然就是南海的观世音菩萨。就是这牵手造型属实有点上头。菩萨询问降龙闹得这么凶，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让这一般高高在上的神仙能够好好的真正的体验一下凡人，因为这些凡人只有几十年的命，不要因为做错了1、2件事就翻不了身。既然如此，玉帝便和降龙打赌，让他以凡人身份去改变本已注定好命运的人，证明爱可以超越宿命轮回改变命运。并且在菩萨的作证下，玉帝给降龙挑了3个奇葩人物，他们分别是9世乞丐和9世恶霸，以及9世野鸡。临下凡时，菩萨告诉降龙，他在凡间留有一个金身，只要和他合2为1，就可以穿梭阴阳2界，同时也是重返天庭的飞行道具。接着又送给降龙一把心想事成扇，但每天只能动用3次，让他不是紧急情况不要乱用，因为等下降龙要被收走一身法力，扇子会成为他在凡间唯一的倚仗。可就在降龙伏虎2兄弟送别时，负责踹人下凡的天兵嫌2人太过墨迹，直接一脚将降龙给踹下凡间，导致扇子落在伏虎手上。好在换班的天兵也吃了哮天犬的肉，伏虎便以此要挟，让他偷偷带自己去凡间给降龙送扇子。与此同时，年近40的老李夫妇正在寺庙求子，不料菩萨的眼皮突然眨了一下。降龙罗汉。转眼到了李夫人临产这天，家里四处密密麻麻长满了蘑菇。随着一声婴儿啼哭，降龙在这个李家成功出生，老来得子的李大人高兴坏了，给其取了个人间名字李修缘。而另外一边的伏虎2人由于导航出了问题，找到降龙时已是2日后。要知道天上1天地上10年，此时的降龙早已是个大小伙子了。糟糕，他根本看不见我，他已经是个凡人了，你想跟他接触就要投胎转世变成肉身。他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投胎也来不及了。上面1天，凡间就10年，但是别怕，我会把你吹大的。好在这时，一老一少2对夫妻来到李家，小媳妇又刚好身怀6甲，
伏虎立即飞身就要钻进去投胎，可结果人家只是来借用厕所。轮到小媳妇时，立即飞奔走开，导致来不及刹车的伏虎一头钻进了老婆婆肚中。更要命的是，刚才伏虎忘记带心想事成扇，天兵立即追过去将扇子丢进茅房。没错，他把扇子丢给了小媳妇。生把扇子！哎呦，我生了个儿子！发生如此不合常理的事情，四人早已经吓得浑身抖若筛糠。李夫人赶紧接过孩子，并将降龙小时候的肚兜给其戴上。一旁的天兵见机会来了，赶紧对着伏虎猛吹仙气，仅仅3口。伏虎就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变成了一个胡须拉碴的40岁大叔，而因为伏虎是拔苗助长，他的智力会封印在1岁年纪，只有等到乌云遮月，天官放松监察人间时，伏虎才能从这个凡人身上彻底觉醒。哎，老爷，我去报官。报什么官？我不就是官吗？哎呀，还是把他留下来好了。从此伏虎便在李家住了下来。可别看他智商为0食量，却大的惊人，让李大人不得不多打几份兼职，才能供得起一家几口的伙食。这天晚上，天空突然一片乌云飘过，伏虎立马觉醒了所有记忆。他知道自己时间有限，赶紧拿着扇子寻找降龙，准备告诉他在天空打雷时，将头伸出去给狠劈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恢复当神仙的所有记忆。可眼看降龙从外面回到屋内，那团乌云瞬间被风吹得一干二净，伏虎也在下一秒变成了白痴状态。到了第二天，降龙领着他在街市上闲逛，刚好撞上一群人围着一个女人讽刺谩骂。经过知情人介绍，才知道女人名叫小玉，是附近烟花之地最有名的技师，而她身下口吐白沫的精壮汉子，大夫一眼看出这是得了马上风，估计已经回天乏术了。知道了这些之后，降龙立马上前用言语来制裁小玉，